美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那张柏芝绝对是老天爷追的喂饭，生把她饿成那种天选之女。哇，太漂亮了，我都不敢看见她。她那一张脸呢，完美融合了东西方的骨相和皮相，连拍坏了美女的耳东升都不得不感慨，没有办法把她拍的你就很累很垮，然后我就叫她你不要睡了，你干脆。有几场重要的戏，他没有睡觉了，30多个小时，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手握王炸开支的女人呢，她的人生剧本啊却写满了 bug。张柏芝的出场设置那简直就是地狱难度。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啊，江湖人称胡须勇，一个把赌字刻进 DNA 里的男人。他妈呢是中英混血大美人，人生信条呢就是恋爱大过天啊，结婚离婚那跟闹着玩似的。在这么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原生家庭里呢，张柏芝从小啊就活成了大家长。她10几岁就跑到澳洲半工半读，一天打2份工，那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给他妈买房，给弟弟交学费。童年的经历呢，也导致他极度缺乏安全感，并在长大后啊变成了任性和情商低。曾经视他为己出的香菜陈岚，为什么最后跟他决裂的呢？就是因为他的任性。香菜那是公开炮轰啊，说他在拍摄这个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刘德华吊着威呀，他却在底下慢悠的打电话聊天，气得刘德华呢跟香菜抱怨，要不然看你面子，我真想当场发飙。真心希望张柏芝是改掉他那些不好的毛病。这种行为呢，不是耍大牌，而是一个缺爱的小孩呢，在用作的方式啊，拼命的刷存在感，证明你们都得围着我转。1999年呢，19岁的张柏芝刚凭《喜剧之王》和《星愿》红遍亚洲，还没来得及享受紫禁之巅的风光呢，一份江湖追杀令直接拍到了他的脸上。原因呢，是他那个不省心的爹啊，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跑路了，债主找不到人呢，就直接下通牒，负债女还，不然就全球通缉，后果自负。一个刚成年的女孩开记者会啊，哭的是梨花带雨啊，不是为了情商，是为了求黑道大哥啊放过自己。这场面啊，放眼整个娱乐圈也是独一份的炸裂。但老天爷呢，就是这么不公平，给了他一个稀巴烂的童年，却也给了他一碗祖师爷硬塞到嘴里的饭。他的演技啊，完全不讲道理，全靠本能。当年的忘不了呢，直接让他拿下了香港金像奖影后。这耳东升后来回忆说啊，这张柏芝拍哭戏啊，根本不需要酝酿，那前一秒还在跟别人嘻嘻哈哈呢，导演一喊 action， 他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，一条就过了。伴随他天赋的是他那个备受争议的谎话金标签，但你仔细去分析他那些谎言，你会发现这背后啊藏着深深的自卑和伪装。在一档综艺上呢，他说自己天生吃素啊，从来没吃过肉，结果呢就被网友扒出了早年大口吃锅包肉的照片，那场面是非常的尴尬呀。还有一次啊，他说自己曾经连续拍戏3个月没有睡觉，把导演和工作人员都熬垮了。这种违背生理常识的话呢，立刻就引来了群嘲。他为什么要撒这些一戳就破的谎呢？因为他太想证明自己很厉害、很敬业、很自律。这和他童年缺爱、极度渴望被认可的心理啊是一脉相承的。他不是在骗别人，他是在给自己构建一个我很强大的虚假人设，来抵御内心的脆弱。如果说家庭呢是他人生的 A 面，那么爱情就是他命运的 B 面，同样写满了失控。而那个按钮的启动者呢，就是谢霆锋了。一个是叛逆星二代，一个是美貌古惑仔啊，两人从颜值到气质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的现实版。他们的爱情呢，分分合合，轰轰烈烈，喂饱了当年所有的八卦杂志。这2006年啊，在经历了风飞恋的拉扯之后呢，这对金童玉女呢，在菲律宾闪电结婚。那场世纪婚礼满足了所有人对爱情童话的幻想。婚后的谢霆锋呢，更是把好男人人设焊的是死死的。2008年照片门事件爆发，港娱迎来了大地震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风之必离的时候呢，这谢霆锋站了出来，对着全港的媒体说：“我认识他那么久，我不了解他的历史吗？跪下来求婚的那天，我已经跟我自己说过，你就要把这个人的历史好处、坏处都接受。”咱说这一招啊，瞬间让他成了全港第一深情好男人，也在职保住了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。但你记住啊，所有命运馈送的礼物啊，早已在暗中就标好了价码。这份力挺背后埋着雷啊，几年之后呢，会以一种更惨烈的方式引爆。2011年的飞机上，张柏芝啊竟然偶遇了陈冠希。咱说按理来说，正常人的反应啊，要么就是全程无视，要么是换个座位。但你忘了，张柏芝的脑回路从来就不是正常人。人家不仅没躲，还主动换座位啊，跟人家是有说有笑。最后呢，还拿出手机啊，来了一张世纪大合影。这张照片啊，直接成了压垮风之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如果说当年的照片，谢霆锋可以把它归结为是年少无知，是为了保护家庭的无奈之举，那么这次的合影啊，在他看来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公开挑衅，是完全没有把他这个丈夫的面子放在眼里。2012年呢，两人正式离婚，那个曾经的童话呢是碎的连渣都不剩。离婚之后的张柏芝呢，终于找到他唯一的锚点，孩子。对于他来说啊，男人呢是锦上添花，甚至是过眼云烟，但是孩子是他的命，是他安全感的唯一来源。离婚后的张柏芝啊，彻底从恋爱脑模式呢切换到了战斗格的单亲妈妈模式。
模式。你可以说她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是你很难说她不是一个好妈妈。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全都是和儿子的日常。2018年了，在外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，张柏芝生下了第3个儿子，并且呢，至今都对孩子生父的身份呢是守口如瓶。这一行为呢，就是她最硬核的宣言：我生孩子是因为我想要，而不是为了拴住谁。回看张柏芝这40多年啊，你会发现呢，她这一生啊，都在为那个破碎的童年买单。他的叛逆，他的谎言，他的奋不顾身，本质上呢都是在对抗那个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。他拼命赚钱啊，不是为了奢侈品，而是为了给家人一张长期饭票。他紧紧抓住孩子呢，是因为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确定的不会背叛他的血缘。全世界都在骂他作啊，骂他一手好牌打的是稀烂。但我们呢，或许都搞错了一件事，除了那张脸啊，他手里啊从来就没有拿过什么好牌。他的底牌呢是那个不靠谱的爹和那个同样需要他照顾的妈。他这一生啊，不是在打牌，而是在换牌。还用自己全部的青春、名誉和爱情，为自己和孩子们呢换上了一副能够上桌的安稳的新牌。他不需要嫁入豪门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和孩子最坚实的豪门。